Hello，我们现在来到了米拉之家。米拉之家是巴塞罗那的地标之一，它是西班牙传奇建筑师安东尼奥·高迪的杰作。那安东尼奥·高迪呢，他本人是以非常奇丽的想象还有艺术化的风格闻名于世。那米拉之家呢，作为安东尼奥·高迪人生中最后一个私人住宅呢，也是承载了他的很多的艺术构思。我们快进去参观一下吧。来到巴塞罗那，就不得不参观高迪的建筑作品。作为西班牙国宝级建筑师，高迪总会让人联想到他那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极致的艺术天赋。此建筑是高迪给富豪佩雷米拉设计的私宅，建于1906至1912年间。它占地1323平方公尺，有6层住宅楼加1层阁楼。米拉之家的外形，如果让我用中国的五行来归类的话，我愿把它归类为土。整个建筑有着非常显著的原生态感。首先，整个建筑的外立面就是不甚规则的，充满了波浪感的线条，配上黄中带白的颜色，看起来就像是被风吹过的沙丘。另外，建筑里有非常多的镂空结构，使得整个米拉之家像是一个原始人穴居的岩洞，或者是风蚁的巢穴。这种原始感可能也来自于米拉之家的非结构性立面。这里没有传统的承重墙，承重由柱子来实现。它的墙是由3种石块堆成的木墙，更加深了这种原始的与土地所连接的原生态的质感。其实，作为一个建筑家，知道可以让人使用的建筑可能才是第一要务。而高迪就是这样一个将艺术和实用性完美权衡的建筑师，这一点在他职业生涯中最后的私人住宅作品《米拉之家》里也深有体现。在米拉夫妇去世后，这栋建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变成了对外出租的公寓，因此曾经有形形色色的人居住于此。在米拉之家，你可以感受到非常浓厚的生活气息，这里保留了大量曾经住户们的家具，参观于其中，仿佛你就是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某一个租客，在这栋既华丽又原生态的建筑里料理、洗漱、休憩。米拉之家的阁楼是一个小型博物馆，这里可以看到高迪的一些建筑模型、艺术作品以及他设计的一些家具。米拉之家的精髓可能在它的屋顶露台，高迪巧妙地将通风设施设计成了各种艺术性的造型。土黄的颜色加上不甚规则的流线的造型，这里的每一个通风塔和烟囱看上去都像是非洲土著雕塑，或者是外星文明造访地球的遗迹一般，充斥着高迪奇异的巧思。在这里也可以一览巴塞罗那的街景，体会巴塞罗那这个文化古城的极致魅力。离开米拉之家不远呢，就是高迪3件套中的第2个巴特罗之家。跟米拉之家不太一样的是，巴特罗之家它不是高迪本人建造的，而是由高迪呢重新设计装修过的一个作品。那跟米拉之家挺类似，巴特罗之家呢也充满了艺术性的想象。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吧。但是现在时间不太好，可以看到外面已经有很多的游客了。我希望你们可以不会太挤吧。接下来我们造访的是巴特罗之家。
据说当初米拉夫妇就是看到了高迪设计的巴特罗之家，感到非常喜欢，就使用超能力让高迪为自己设计一个类似的豪宅出来，于是才有了米拉之家。这个建筑并非高迪最初设计和建造，在1904年到1906年，高迪受商人约瑟夫·巴特洛·卡萨诺瓦斯委托，同热热普·玛利亚·茹若尔合作装修改造了他原本的住所。这栋建筑和米拉之家类似，也是有6层。同样的，巴特罗之家也没有承重墙，全靠柱子支撑重量，因此巴特罗之家也呈现出大量的镂空结构，而高迪擅长的波浪线条在这里也随处可见。如果说米拉之家是土的话，巴特罗之家就是五行中的水，这里随处可见水的元素。建筑内外铺满的青色瓷砖贴片，海浪一般流动的线条，奇怪形状、不规则的立柱和圆拱，一切似乎都在暗示我们这不是一栋建筑，而像是一个混杂着海水、鱼鳞和鱼骨架的巨大的海怪的身体内部。它就像是高迪编造的一个有关大海的童话。漫步于其中，你总会不断地想象这个走廊、那个拐角是否代表了某种海的元素，蕴藏了哪些关于海的预言。通过配套的解说，我们可以细致地了解到这里的每一个房间、每一处花园、阳台都曾经有着巴特罗一家工作生活过的痕迹。不过，相比曾经开放居住的米拉之家，巴特罗之家的生活气息更弱一些，更多的是豪宅的气派。米拉之家原生态的土色在这里被地中海式的白色和蓝色所替代。楼梯走廊的海蓝色瓷砖配合着水波纹理的玻璃扶手，仿佛让人置身于大海深处。抬头望去，阳光从天井上洒落，我像是准备上浮的潜水者，望向波光粼粼的海面。巴特罗之家的房顶相对于米拉之家来说要更简单一些，这里主要包含了一个像是手指造型的烟囱，一旁的屋脊被设计成龙脊的样式，配合旁边的十字架雕塑，仿佛在讲述一个勇者手持十字宝剑将海怪消灭的故事。旅程的最后，在出口前的密闭房间里，你可以感受一个沉浸式的 3D 投影电影，是由数字艺术家雷菲克·安纳多尔所设计的高迪魔方，还是很值得观看的。现在是今天的重头戏——圣家大教堂。这个是高迪3件套中最大的那一个，也是巴塞罗那最著名的地标之一。那它呢，可能是高迪一生中最高的一个杰作。它是一个哥特式的天主教教堂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它上面还有一些修建的痕迹，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完工的工程。那高迪呢，他本人在1926年逝世之后，这个建筑还在继续的修建当中，到现在已经快100年了，还没有修好。据说呢，在2026年，也就是高迪逝世100周年的时候，它会完工。那我们赶紧进去看一下吧。圣家堂是高迪最后的作品，是他一生心血所凝结出的瑰宝，代表了他作为建筑师的最高技艺，也是他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对上帝的崇高信仰和极致赞美。1883年，高迪接手了这个项目。1926年，高迪意外去世，圣家堂当时的完成度不到1/4。高迪被安葬在教堂的地下室，之后的近1个世纪，他一直在那里默默地守望着这个未完成的作品。巴塞罗那政府计划于2026年高迪逝世100周年的时候完成圣家堂的修建。完工后，圣家堂将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教堂，它将包含18个尖塔、3个立面，各代表圣经之中的人物和典故。你可以在此看到数不胜数的精妙而繁复的雕刻，他们所描绘出的圣经故事，通通堆砌在这栋仿佛是献给上帝的赞美诗的教堂的立面之上。与外部所对应的是，圣家堂的内部也是华丽无比。它的整体形状是一个十字架，中殿拱顶最高达到了45米。高迪在这里也采用了他最擅长的柱子技法。教堂内部一共包含36个立柱，每一个立柱都仿佛是一棵大树一般，由笔挺的树干向上延伸，到达顶端之后，像是树枝一般向各个方向扩散，与穹顶的雕刻形成了如同万花筒一般的绚丽景色。哥特式的教堂自然少不了巨大的彩绘玻璃。教堂一侧的玻璃是蓝绿紫冷色调，另一侧是红橙黄暖色调。在下午3点左右，
外面的阳光透过窗子照射进教堂之中，使之染上了极其绚烂、梦幻般的奇丽光影。我本人并不信教，但是在这里看着雄伟的教堂里铺满了五彩斑斓的光影，听着祭坛上的管风琴发出的低沉乐音，我的心里变得出奇的平静，并由衷地赞叹高迪是何等的一个奇才和鬼才，感动于他对于自己的信仰所秉持的最深切的热爱。这一天，我们探访了高迪生命中重要的3个作品，感受到了这位伟大建筑师对于自然的追求和极致的想象力。他的人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巴塞罗那这座城市，乃至整个西班牙这个国家的气质，那就是浪漫与热情。逛了一整天，我们找了一家评分比较高的一个餐厅 Cerveceria Catalana 吃顿好的。首先还是点了2杯 Sangria， 还有一份小食火腿片。说实话，这家的 Sangria 没有昨天那家 Sagradas Tapas 的好喝，火腿倒是还不错，不怎么咸，搭配面包还蛮好吃。我们现在点的这份叫做 Cableado， 就是细薯条加鸡蛋拌在一起，薯条是脆脆的口感，配上鸡蛋的酱汁很香。我觉得这个菜在加拿大应该会很受欢迎，因为跟加拿大的国菜 Poutine 异曲同工。这个真的特别好吃，这个竹笋特别的新鲜，味道很甜很香，太推荐了，一定要来尝尝。这里特别表扬一下这个虾，特别的嫩脆还有甜，我觉得比刚才的竹蛏还要好吃，是今天所有菜里最好吃的。来巴塞罗那一定要吃海鲜呢。这顿饭的重头戏就是鹅肝配牛排，鹅肝有一点腥，鹅肝是入口即化的，牛排质地很嫩有嚼劲。这2个放在一起吃，口感就比较丰富。最后这份甜点呢，我就把它的名字放在上面了。它这个西班牙语我实在是念不好，它这个发音，好吧。然后它实际上就是面包布丁，面包上面是焦糖，里面就是流沙的布丁馅料。那这充实的一天呢，就在这顿美好的饭里结束了。拜拜。